寒潮封冻前，我开5块8一斤收冬枣，全村却骂我趁冷压价。城里1斤卖20，凭啥让中间商赚走？可他们不知道，霜一下来，树上的红枣会裂，路上的高价订单也会变成一串退款。3天后，他们求我收烂枣，我却只说一句：能救的，我按规矩救。乡亲们听我说，寒潮预警刚发，今晚这果子必须摘完进预冷池，明早霜一下来，1半的冬枣都得冻裂皮。为了保本，我按5块8一斤保底全收。你这也太黑心了！往年这品相怎么也得7、8块呢？你这是趁着天冷故意压价吧？大伙千万别被他这个黑心中间商商骗了！你们自己看，城里精品冬枣1斤零售价都卖到20了，他5块8收，摆明了是来吸血的。那是终端零售价，生鲜运输的冷链、分拣挑果，还有路上的自然损耗，这些成本你算过吗？什么损耗成本能扒咱们农民一层皮？今天我带大家做直播卖货，自己当老板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利润全归你们。田老板，你说的这直播真能帮我们卖出20块的高价？咱们可没干过啊！包在我身上，速熟冬枣现摘现发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钱全进大伙腰包。梁叔，常温直播现发的退货率极高，没有温控和防压包装，这售后风险您个人担得起吗？少在这吓唬人！大家别把好枣便宜卖给他。行，良言难劝贪心人，真要是冻伤烂在路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小满，上车发动车子。红英姐，咱们就这么把货让给这个骗子了，真走啊！车我开走，这霜可不会等你们。都精神点儿！今晚咱们红枣沟的速熟冬枣全网首卖，把横幅拉高点，镜头马上就切过来了。田老板，我这心里直打鼓。红英走前说这枣子怕霜怕捂，咱们直接发真没问题吗？你听他的还是听钱的？他就是怕咱们越过他赚大钱。一会儿镜头对准你，你就大声喊口号，越实在越好。行，我都听你的，只要能把老伴的要钱卖出来，让我怎么喊都行。家人们，正宗速熟脆甜冬枣，产地直发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梁叔，给家人们喊一咱们的底气。速熟现摘，新鲜直打，今天拍，明天就能到你们手里，绝对好吃。人数破5000了，梁叔，第1单成了，50单成了，100单了，咱们今天晚上要发财了。我的乖乖，这手机点几下，真能把1园子的枣都卖光啊！快，让大伙赶紧摘！红英姐，你快看，田亮的直播间人数破万了，1分钟卖出去500多单，他们真爆单了。爆的不是单，是雷。盯紧咱们自己的温控设备，邻村的果子还等着我们收。姐，你听听他们笑得多开心，说你压价不成，灰溜溜逃跑了。你刚才怎么不再跟他们把裂果风险说明白？人在贪婪的时候是听不进真理的，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20块，看不到背后的冷链成本。那咱们原本签的商超订单怎么办？咱们村那么多好果子，真以为随便泡沫箱就能直接发货啊？真是白瞎了。去邻村，他们愿意按标准提前采摘，我们按规矩收，规矩在，生意就在。小满，立刻打电话联系邻村的合作户，让他们加快采摘速度。气象台更新了预警。姐，出什么事了？不是说明天早晨才降温吗？寒流风向变了，降温速度加快，霜冻提前了整整6个小时，今晚下半夜就会大面积落霜。啊，那红枣沟那些挂在树上的果子，今晚不全得冻裂了？这是他们选的路，抓紧联系我们的人。张博，加快速度！红英姐说了，必须在2点前把所有的果子送进预冷箱。把冷藏车厢温度调到3度，绝不能让刚摘下来的热枣带着呼吸热进城。3000单，兄弟们，今晚就破3000单了！大家动作快点，直接摘下来装箱封胶带，速度就是金钱。田老板，这手脚已经是最快了，包装纸壳都不够用了。田老板，这枣刚从树上下来，热气还没散呢，直接用胶带封死在泡沫箱子里，路上闷2、3天，会不会捂坏了呀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密闭保鲜，水汽出不来才新鲜。别磨蹭了，慢了的话快递物流车走不了。这3000单退款了，你们1分钱都赚不到，赶紧继续打包发货。行，我这就去装，为了这20块1斤的价，拼了！
管它五坏不五坏，只要单子发出去，我的提成和坑位费就到手了。剩下的烂摊子，那是你们果农自己的事。这风怎么跟刀子似的？庄伯，你们那边还有多少没摘？最后一片还剩2垄，刚才叶子上已经发白了，我怕是要下霜了。霜下来了，比预报还早。红枣沟那边还在树上挂着呢，这下真完了。许站长，你们送的倒是准时，但规矩你知道的，路上温度记录表先拿来看，一旦断链，整批退货。全程车载温控记录在此，请查验。姐，后半夜那段路颠簸的厉害，不会影响果心温度吧？这要是坏果率超标，咱们得赔死违约金的。温度曲线有点波动，我得亲自开箱测中心果温和脆度。中心温度3度，糖度18，脆度完全达标，没有任何闷霜和冻伤痕迹。许站长，你们的分级冷链确实有一套。按规矩办事，我们只交付能见光的品质。交接完毕，小满，立刻通知通义那边，把第2批预冷的货准备好，明天的量只会更大。吓死我了，姐，还是你稳得住。那红枣沟那些常温发走的货，现在恐怕……哎呦，这什么味儿？怎么跟发酵了一样？这箱子都漏汁了，里面不会全烂了吧？赶紧拍照留证，别回头说是咱们中转站弄坏的。田老板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果子怎么全裂口子了？还有一股子酸馊味儿。大惊小怪什么？哎呀，这不就是裂点皮吗？多大点事儿？这哪是一点皮？底下的全烂软了，这发出去买家还能要吗？老梁，你懂不懂直播营销？这叫树熟，裂一点才证明糖度高，是真正在树上熟透的好果子。家人们就认这个理。啥声音？是不是客户说好吃又要加单了？催什么催？我这不看……等等，怎么会有退款申请？这买家留言说收到全是皱皮出水，申请全额退款。这底下怎么还有100单、200单？田老板，这退款怎么跟流水一样往外冒啊？意外，这绝对是意外，肯定是同行眼红我爆单，顾水军恶意差评搞鬼，我这就找客服申诉。不可能，3000单怎么一眨眼退了1500单了？这还怎么玩？完了，这可是咱们垫了包装费发出去的呀，钱还没见着，果子全成烂泥了。田老板，单子都退了，那我们的果钱呢？你昨晚不是说今天款就能直接到账吗？松手！没看见我正在查后台吗？系统卡了而已，大马路上的还能跑了你的钱？上面写的啥？是不是钱打过来了？平台通知，因店铺客诉率严重超标，涉嫌售假劣质农产品，所有交易货款全部冻结审查。冻结了，那是我老伴买药的救命钱，你把血汗钱还给我！你们讲不讲理？钱在平台那里冻着，又不在我兜里，谁在动手动脚，我报警抓人了啊！现在怪我了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！大半夜摘果子，连好坏都不挑，带着泥和全婆婆、泥和树叶就往箱子里塞。是你催着我们闭眼装箱的，你说只要包上胶带捂住就能卖20块的高价。是你们的果子不合格导致大面积退款，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培训费我还没找你们要呢！你个大骗子，你出来！许红英当初说的对呀，常温发货这就是坑人啊！红英姐，大捷报！咱们送去商超的那批冷库冬枣，因为品质好、口感脆，一上午全部售罄了。经理催我们补货呢。稳住，别慌，立刻核算预冷池里达到出库标准的库存，不能图快降了品控标准。姐，你是不知道，田亮那边彻底爆雷了，客户全额退款，平台把他的资金账户封了个死紧。那村里发货垫付的泡沫箱和胶带钱呢？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，全打水漂了。田亮躲在车里装死，村民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让他们当初骂你压价，活该。乡亲们不懂生鲜冷链，被流量迷了眼，去安排大车，咱们马上回红枣沟。老梁，药钱凑着了吗？明天可就断药了。凑什么呀？1园子的好枣全变成了发酸的烂泥，
田亮那钱被平台动了，咱们连包装钱都搭进去了。当初红英那孩子劝你，你咋就不听呢？乡亲们注意了，老马果行下乡收枣，不管好坏，冻伤的全收。不管好坏全收，这是有救了。老梁，你别再被骗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知道不对劲儿，可药不能断，我去看看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果子皮都裂开出水了。我老马厚道，全包了，8毛钱1斤，想卖的赶紧过秤。马老板，这可是正经树熟的脆枣，往年最低也卖5块，8毛也太坑人了。老梁，往年是往年，现在这果子明天就生蛆，你不要这8毛钱，就留着自己沤肥吧。我卖8毛就8毛，能换回一点药钱，总比全烂在家里强。按手印签字，现钱结账，其他人也抓紧。我这车装满就走，过时不候啊！我签，我这就签。都不许签！谁说这枣子只能当垃圾卖8毛钱了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许站长，你不是嫌他们果子不好走人了吗？怎么又回来抢生意？我回来是因为红枣沟的招牌不能被糟蹋。好枣，我按5块8的保底价继续收。红英，你还愿意要我们的果子？但我有言在先，好枣我收，烂枣冻枣，别往我车上搬1颗。红英啊，霜都下了，这筐里好坏掺在一起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大家，这几车你打包全收了吧。我开冷藏站不是做慈善，大家听清楚，冻裂的、反潮出水的、大小混集的，全部没收。听见没？人家眼光高着呢，你们这一车挑出好果能有几斤？剩下的烂果，我看谁还要？红英，你这不是难醒人吗？挑那么细，剩下的果子难道扔了吗？你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就是啊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连点烂果子都不肯帮着消化，算什么本村人？你们讲不讲理？当初给你们高价保底你们不卖，自己把果子捂烂了，现在要我们背锅。看清楚，这颗枣要是进了我的5则冷焦煤，1箱子好果都会被它感染发霉，然后被商全部退货。这不至于吧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少算点钱还不行吗？这叫烂果，不叫次品。我今天要是心软收了它，明天砸的就是整个红枣沟城里的招牌。好，我看你这规矩能定到几时？老梁，走，卖给我。要卖给他的，我不拦。想长期赚钱的，过来排队验货。大家听好，咱们冷库站收果子，从今天的立3条铁规矩：第一，不混冻伤果；第二，不装没散气的热枣；第三，绝不虚标等级，达不到要求的，一律必收。红英啊，这霜都打下来了，你让大家以前卖桶货，稍微混一点，城里也吃不出来呀。梁叔，就是因为以前总想蒙混过关，咱们村的枣才卖不上价。田亮那批货是怎么烂在路上的？你们这么快就忘了？想赚长久钱就得守规矩。小满说的对，规矩是死的，是活的，大家自己选。愿意按标准来的，现在排队试检；不愿意的，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满丫头，我这可是连夜在灯下挑的，绝对都是脆生生的好果子，你随便看一眼就行了。大家都排着队等呢。梁叔，你别急，红英姐交代了，周检不能只看面子上的一层，得把筐倒出来看底子。这可是咱们重新打入商超的招牌，马虎不得。梁叔，你这叫连夜挑的好quả子，这底下全都是冒着酸水的冻伤果，这只要有1颗烂的，进冷库1亩，一整箱都得跟着发霉。这黑咕隆咚的，可能是不小心掉进去几颗，真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，就这么几颗挑出来不就行了吗？小满，把这筐果子直接退下去！我刚才怎么说的？1颗不合格，整筐不要。这筐混果子到底是谁家的？红英，这筐果子是我的，我老伴买药的钱全赔在田亮那儿了，我实在是急昏了头，想着混点次果，多凑几斤重量。梁叔，但这不是咱们砸红枣沟全村都理由，同情换不来市场，只有质量才能换来真金白银。姐，梁叔带头破坏规矩，要是不严惩，后面排队的人肯定也跟着效仿，以后咱们这规矩可就立不住了。规矩是用来救市场的，不是用来整人的。梁叔，这筐果子你推回去。红英，叔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拉回去倒了乌肥，绝不再给你添乱了。拉回去倒了干嘛？你在旁边找个空地，一颗颗重新分拣，只要挑出完全符合标准的果子，哪怕只剩1斤，我照样按5块8收你的。30斤优质果，一共174块。梁叔，钱已经转到你微信里了，您查收一下。
这就给钱了，不用像田亮那样等平台解冻，也不用押款。老梁，真到账了，不是先押款，也不是等平台结算，真到账了，一分不少。我这辈子吃了多少不守规矩的亏？田亮那20块的夹饼我没吃到，反而是这5块8让我拿到了买药的救命钱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谁也别捣乱，这次我老梁服了。红英姐，商品链接已经上架了，标题就叫红枣沟标准化冷库预冷冬枣，承诺坏果包赔。时刻盯紧后台数据，这是我们脱离传统批发，直接对接中钻客户的第一站，口碑绝不能砸。满丫头，你们就靠在群里发几张图，连个扯着嗓子喊的大主播都没有，这能卖得出去？人家田亮那天晚上可是热火朝天啊！梁叔，田亮那是割韭菜，咱们这是做长线复购的品质团购。城里人现在讲究食品安全，你看这检测单多让人放心。天呐，姐，才刚过去10分钟，咱们上架的300箱库存直接被秒空了，全卖光了。好，说明咱们的标准走对路了，立刻通知车间加紧打包，必须保证明天一早准时送达社区提货点。马老板不好了，许红英那娘们搞了个什么社区团购，300箱好果子眨眼就抢空了，把咱们的客源全拉走了。呸！什么？他一个村里的冷藏站，还敢把手伸到我的地盘上抢散客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他不是标榜自己的果子是冷库预冷的吗？去，立刻放出风声，就说冷库冻过的枣子破坏了细胞壁，全是死肉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各大社区群和水果摊散播消息，保准让他的货明天一颗都卖不出去。红英姐，你听这帮人造的什么谣？内部消息，许红英的枣在冷库里冻死了，吃起来跟嚼蜡一样，这简直是放屁！这是碰了老马的蛋糕，他在背后下黑手了。不用理会，谣言止于智者，让品质自己说话。姐，不能不理啊！原定今天下午要开的第2波团购，现在一个下单的都没有，顾客全都在群里问咱们的枣是不是真的没味儿。既然他们不敢在网上买，那咱们就去线下打脸。小满，去库里提2箱极品果子，装车。走过路过的叔叔阿姨，红枣沟正宗冷库保鲜冬枣免费试吃，有没有味儿？大家亲口尝了算。各位，我们的果子从树上摘下2小时内预冷锁鲜，绝对不是外面造谣的死肉果。哟，许站长，网上的货卖不动了，跑到大街上骗老头老太太来了。你那冻僵的死枣，送给人都嫌硌牙。马老板，背后造谣算什么本事？你既然对你的统货那么有自信，敢不敢跟我摆在一起，让大家比一比？比就比，乡亲们来看看，我老马卖的是正宗自然熟的果子，虽然看着不好看，但这叫接地气，价格只要它的1半。大家听我说啊，吃水果吃的是味道，不是看样子。他那种在冰箱里冻过的工业果子，哪有我们这地里自然熟的有枣味儿？买我的，便宜实惠。食品安全不是靠嘴说的，马老板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的果子没味儿，那咱们就现场验验成色。小姑娘，不是大妈不信你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你们那冻得梆硬的实在吃不惯。老马这个便宜1半，软和点其实更甜。阿姨，它那是冻伤之后反潮烂软的，根本不是正常成熟的软，吃坏了肚子要花医药费的。大家不用吵，好枣听声音，看果肉。听好了。切开有什么用？我说了，软的才甜。你那白肉看着脆，吃到嘴里肯定是寡淡如水的。大家别被他这障眼法骗了。阿姨，您亲自尝尝，左边是我的冷库脆枣，右边是马老板的自然软枣。呸！这什么味儿啊？又酸又馊，一股子欧烂的酒糟味儿。老马，你这卖的是垃圾吧？老马，你这卖的是什么黑心毒药？昨天看着还硬邦邦的枣，放了一晚上全出酸水了，顾客吃拉肚子都找到我摊子上了，赶紧把钱全退给我。这是这2天天气突然会暖，自然熟的枣子反潮是正常的啊。生鲜出门概不退怪，你们自己没保存好，怎么能赖到我头上？这不是天气原因，是果子在产家受了冻伤，你又没有经过预冷排酸，热气全捂在箱子里，哪怕放冰箱里也照样会烂。许红英，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你那冷库里的枣凭什么就能放好几天不烂？肯定是你偷偷打防腐剂了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我们红枣沟冷藏站的温湿度全程记录曲线，还有每一批次糖度和脆度的分级检测单。好果子靠的是科学冷链，不是歪门邪道。这上面各项数据清清楚楚，一看就是正规厂家的做派。许站长，你这冷链枣现在还有货吗？我们以后全从你这儿进货。这回算你赢了，许站长。我知道你那冷库里还有不少空余的保鲜位置，
看在大家都是同行，你帮我一把行不行？马老板，你这烂摊子我可接不住，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红英啊，我手里还有批货没全烂透，只要进你冷库，借你检测单的名义发出去，利润咱6-4分，行不？你想让我帮你洗烂货？马老板，你打错算盘了，我的规矩不是给烂果子当保护伞的。许大站长，别那么急着拒绝嘛，这做生意讲究个和气生财。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县城水果圈的繁荣，大家强强联手，把量做上去多好。量是做上去了，然后用你的烂果子3个字冷库保鲜鲜的招牌。马老板，门在后面，自己把东西带走。拿走拿走，谁稀罕你这些烂东西？我们这都是优质果，掺你那些桶货，客户不得骂死？小丫头懂什么？水至清则无鱼，现在谁不掺着卖？真以为靠规矩能吃下市场？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红枣沟冷藏站只收来源清楚、等级清楚、责任清楚的冬枣，想借我的台子洗货坑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许红英，你真以为你在这穷乡僻壤弄个破领藏就天下无敌了？给脸不要脸！赶紧带着你的发霉果子滚蛋！下次再敢来我们这儿捣乱，我就拿大喇叭全村广播你造假洗货的丑事儿！行，你们清高，你们有种！别以为把我在县城的份额挤掉就能一家独大了。许红英，你也就是能在我们这些小死户面前横。我告诉你，外地的大财神马上就到了，人家可是带着几百万的现金来砸盘的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人家大资本的货车开进村，你这3条破规矩能不能挡得住红钞票的诱惑？郭总，红枣沟的人都被许宏渊那套规矩拴住了，听说现在连猎果都不敢往外混。规矩？我郭大山走南闯北，就没见过钱砸不开的规矩。今天我带着现金来，谁敢挡我的财路，我就砸谁的饭碗。红枣沟的乡亲们，我是省城最大的水果批发商，听说你们村的冬枣好，今天我敞开收，不管大小，不管烈果，统统6块8一斤，比那个什么许站长高整整1块钱。6块8还不管大小，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快，赶紧回去推车，去晚了人家车装满就走了。大家先别急，吃过田亮的亏还不长记性吗？郭大老板是吧？你这6块8的价码确实诱人，但咱们得先把规矩问清楚了。老头儿，规矩就是我出钱你给货，这么简单的买卖还问什么？别人给不了的价我给。第一，咱们签不签受法律保护的书面合同？第二，这果款是过畅现结，还是要压到平台或者下个月？第三，万一一路上果子捂烂了，这坏果的损失算谁的责任？这做生鲜哪有不压款的？合同那玩意儿多麻烦，我郭大山的脸面就是合同，路上坏了，那自然得从你们尾款里扣啊。好啊，我走南闯北收了那么多年果子，还没见过你们这么难搞的村子。你们全被那个姓许的女人洗脑了吧？我们是被骗怕了，没有合同不包责任的高价，那就是裹着毒药的糖。这果子我们不卖。乡亲们，合同和规矩都是虚的，这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。只要你们现在把和许红英签的保底协议撕了，这钱立刻分给大家当定金。你这现钱定金给的也太爽快了，要不咱们就跟他干吧，反正红英那边的果款也是分批结的。你糊涂啊！他现在给你几千块定金，等你的果子上了他的车，尾款卡你大半年，你找谁哭去？老东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郭大山一句话，你们这村子的烂枣就得烂在地里，没人敢要。大家摸摸良心，当初是谁在韩朝天保底收我们的果子？是谁顶着骂罪让我们挑出坏果保住招牌的？为了眼前这点小钱毁了信誉，以后谁还敢来红枣沟收枣？梁叔说的对，许站长的规矩虽然严，但是他不骗人，从不拖欠我们1分钱。郭老板，你的高价枣我们高攀不起，你走吧。好，真是一群死脑筋的泥腿子！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今天你们不卖，明天我让你们跪着求我收。张厂长吗？我是郭大山。许红妹那批泡沫枪，今天1支也不准出货。郭总，我要是临时应交不出，怕他追责啊。定金我双倍补给你，你要是敢给他送，以后我郭大山1年几10万只箱子的订单，你1支都别想接。那我就说机器坏了，今天修不好。聪明，我要让他连个包装盒都没有，看他拿什么装那些宝贝冷链果子发货。红英姐，出大事了！县城的包装厂刚才突然打电话来说机器坏了，咱们预定的2万个加厚泡沫箱今天真出不了货了。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坏？明早6招的冷链商车就要发车了，没有标准化包装，冷气根本锁不住，这批货就全废了。这肯定是郭大山那个混蛋在背后捣鬼，他买断了县城所有的包装厂。姐，这违约金可是个天数啊，咱们冷藏站赔不起的。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
去，立刻清点仓库里剩下的旧箱子，看看还能凑出多少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许站长，你差的可是一星半点儿。郭老板让我带个话，只要你马上签让出红枣沟30%的供货份额，箱子半小时后就能拉进村。原来是你在这牵线搭道当汉奸，回去告诉你的郭老板，我的份额他1两都别想沾，滚出去！红枣沟的果子就算烂在树上，也绝不可能像你们这种靠卡人脖子阿财的垄断资本低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去给商超交差，你就等着破产赔钱吧。老周，我是许红英，之前跟你们供销社备案过的那批绿色抗压温空周转箱还在临线仓吗？在是还在，可那批是合作社应急周转箱，不是你合同里的白色泡沫箱，你现在要启用。2万个规格，今晚必须到方枣沟冷藏站，材质证明、承重报告、温空适配资料，你同步放电子版给我。姐，商超那边能认吗？备用包装备案编号我这里有，我马上同步给商超总部法务。老周，今晚这批箱子不是救我一个人，是救红枣沟全村的货。明白，我立刻从临线仓调车，2个小时内出发。谢谢，今晚我们打一场硬仗。许站长，2万个绿色抗压温控周转箱全数送到。老周说了，材质证明、承重报告、温控适配资料都在这里，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。辛苦，小满，先核数量，再核批次码，所有箱子必须贴温控标签。红英姐，这送来的怎么是绿色的塑料周转箱啊？商超合同里明明规定了必须用白色加厚泡沫箱锁鲜，这要是明天拉过去，他们拒收怎么办？别慌，这是供销社最高级别的抗压温控周转箱，不仅透气性更好，而且能完美对接冷链车的出风口。可商超那边的验货员最认死理了，包装外观跟合同上定好的不一样，他们肯定会直接按违约处理，连车门都不让咱们开的。看看这个，备用包装备案我早就做过，刚才老周又把材质证明和电子后证发来了，批次码、温控标签、承重标准一项不缺。商超总部法务审核通过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个后手？做生鲜不能只准备一条路，包装、运输、温控，任何一环被卡都得有备用方案。太好了，姐，你简直是未卜先知，连超总部的路子都提前铺好了。郭大山就算买断了全线的泡沫箱，这回也卡不住我们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立刻组织所有工人倒班，2小时内必须把预冷好的冬枣全部转箱打包，时间紧迫，绝不能出岔子。郭老板，打听清楚了，许红英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批供销社的老式周转箱，正在库里拼命装车呢。看样子明早还是打算按时发货。垂死挣扎，商超的规矩我比他懂，私换包装就是找死。不过我郭大山做事向来喜欢斩草除根。老赵，我是郭大山，明天红枣沟许红一那批货，县里的冷链车一辆都不准去拉。郭总，他那边已经提前订了5辆车，临时毁约，司机们怕赔钱啊。赔多少我补，可谁要是敢去红枣沟拉他的货，以后就别想接我郭大山1斤果子的单。那我就让他们统一说车坏了，要不就3倍涨价把他逼退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郭老板高明啊！只要他的货车出不了村儿，就算他把果子装在金箱子里，明天一早也得变成一堆烂泥。姐，原定的那5辆冷链车集体违约了，领头的司机刚才打电话说，要么不来，要么一趟运费涨3倍，这摆明了是敲诈。涨3倍？现在离商超规定的入库时间只是不到4个小时，县城里其他闲散的车队根本来不及调度。郭大山这是要绝我们的路。完了，包装扛过去了，车却叫不来。这几万斤果子要是烂在院子里，咱们冷藏站就彻底破产了，乡亲们的钱也全打水漂了。别哭，还没到认输的时候。县城的车被买通了，我就找他们买不通的人。老班长，我是许红英，我遇到恶意围堵了，急需5辆冷链重卡跑一趟省城商超，这是全村枣农1年的血汗，只有你们能护住。对，装车地点红枣沟冷藏站。好，我等你们。红英妹子，退役老兵运输连准时报到，温度已经提前预降完毕，随时可以装车出发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谢了，老班长。明面车队按计划装车，车门封好，路线照常走。小满，备用路线同步启动，真货分3往建走后山老路绿色周转箱，接到省道冷链点。老班长安排的2辆备用冷链车在那里等。现在就走？那这5辆大车？大车照常出村，吸引郭大山的眼睛。真货保时效，诱饵保视线，定位和温控回传只发你这台平板，不到总库签收入户，谁也不能说。明白，我马上安排小3轮从后门分批走，半小时回传1次温控。红英姐，第一批小3轮已经到后山口，箱内温度保持在3到5度。继续盯，大车这边不能路线。什么情况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红英，前导车汇报，出村唯一的必经之路上被人横着停了2辆大挖掘机，路被彻底堵死了。郭大山这是狗急快强了。老班长，让明面车队跟在我后面，咱们去会会他。哟，许站长还真有本事，车都叫来了。可惜啊，今天这村口的风水不好，这挖掘机它抛锚了，挪不动啊。
郭大山，雇挖掘机堵国计民生的农产品运输通道，这性质可不是普通的商业竞争了，你这是在挑战法律底线。少拿法律吓唬我！我郭某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。许红英，只要你在这份让出30%份额的合同上签字，这挖掘机马上就能修好。郭老板，你这是明抢啊！红英，眼看就要到商超规定的最后送货时间了，这要是违约了，咱们可赔不起呀！小满，马上开手机广角录像。挖掘机车牌、驾驶员人脸、郭大山手里的霸王合同，还有他刚才逼我让出30%额的话，一样都别漏。红英姐，我开着呢，时间、地点、人脸、车牌全都录进去了。哼，录又怎么样？你能把路录开？等警察慢慢来，你这批货早就过了入库时限。你堵的不是一条土路，是几百万商超合同的履约通道。你敢堵，我就敢让你赔到倾家荡产。你好，110指挥中心吗？我是红枣沟冷塘站的许红英。红枣沟村口有人利用重型机械非法阻断乡村道路，阻碍农产品冷链运输，并以此逼迫我们签订让出30%供货并额的不平等合同。请保持现场安全，说明具体位置，民警会尽快出警。现场是否有证据记录？现场录像、车牌、人脸、合同内容都有，我们会同步提交给派出所和商超法务。红英姐，刚才她说挖掘机修好就能让路的那句也录进去了。你报警也没用，警察出警调解也得1-2个小时。等他们来了，你的黄花菜早就凉透了。郭大山，你每堵这里1分钟，商超总部的法务部都会实时计算损失，冷链滞留费、订单违约金、货损赔偿、恶意竞争取证，一笔都不会少。大家都别动，谁也别上去推搡，就让小满录着，他堵路，他赔钱。你今天要是陷在泥车，还只是商业纠纷；你要是继续堵，那就是非法阻断道路、胁迫交易、恶意造成合同损失，几百万的账，最后不仅要算在你头上，还得让你去牢里慢慢算。郭老板，就这么让他们出去了，咱们这脸面往哪搁？这不是白折腾了一大摊吗？出去了又怎样？从这里到省城商超最快也要3个小时。他现在发车，到了那边绝对超过了入库截止时间，还是死路一条。许红英，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哈哈哈酒！你这一车车的冬枣拉去省城，最后只能当垃圾倒进护城河里，你等着被村民的口水淹死吧！郭老板这么关心我的货，要不你亲自验验，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变成垃圾。这怎么可能？箱子呢？果子呢？你这明明是一排空车！你耍我！你到底把那几斤的冬枣弄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诈奸？兵不陷诈懂吗？你以为买断了现成的货车就能卡住我？这些大车不过是用来拖住你视线的诱饵罢了。红英姐，省城总仓来消息了，真货已经全部入库签收。不可能，货不是在这几辆车上吗？你盯着大车的时候，真货已经分批走后山老路了。村里的小3轮只负责把带冰板的绿色周转箱送到后山省道冷链接驳点，老班长提前安排的2辆备用冷链车在那里接货，定位、温控、入户徽一全在这儿。你买通的是县里的车队，堵的是村口大路，可红枣沟的后山老路只有村里人知道，这几辆大车是专门拖住你视线的诱饵。这批货凌晨就到了，温控回传全程不断。对，后山接驳冷链送来的，入户时间、温控曲线、批次码都对得上。不能收，这批货绝对不能收！我是省城最大的供货商，这女人私自更换了包装材料，里面的果子肯定全都被捂烂了。你们这是在违反操作规程！哪里来的闲杂人等？我们怎么按规征验货？需要你来教吗？我要见你们经理！这种破塑料箱子根本没有保鲜功能，它这叫以次充好。你们要是敢上架，我马上就向食品监管局举报你们。郭大山，你也就只配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。经理，各项指标全部超标完成，中心温度始终保持在3到5，糖度达到了惊人22%，脆度和果径一致性全优，这是今年入库质量最好的一批冬枣。非常好，包装变更手续总部已经批复，这批货不仅没问题，反而因为包装透气，杜绝了反潮的风险。郭老板，你也是业内的老人了，用恶意堵路这种手段打击优质产地，你以为我们商超毫无察觉吗？从今天起，我们停止接收你的一切货源。不，李经理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一个误会。许站长，你们红枣沟在极端天气和恶意打压下，依旧能送来这么顶级的品质。我正式宣布，我们商超决定和红枣沟直接签明年的年度长协，预付30%定金。谢谢经理信任，守住标准，红枣沟的招牌就永远不会倒。郭大老板，你雇挖掘机堵村口，逼红英姐签让出30%份额的合同，
还威胁全县货车司机不准拉我们的货，这些我们都录了音，拍了视频，也报了警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少在这吓唬人！我郭大山在道上混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断奶呢，谁能证明我指使的？证据链很完整，郭老板，你堵的不是许站长一个人的路，是我们商超合同的履约通道。郭老板不好了，市场监管局的人突然来我们厂垄断经营了，我可顶不住了啊！你给的那点定金我都退给你，以后咱们别联系了。郭大山，听到了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保安，马上把这个行业毒瘤给我轰出去！立刻通知全省的门店法务，准备起诉他恶意竞争造成的损耗。许红英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农村那帮人都是见钱眼开的主，今天你能管有人出高价，他们照样在背后捅你的刀子。那就不劳郭老板费心了。红枣沟的人踩过坑，自然知道该怎么走路。小满，咱们回村。红英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大家在家里急得连口水都喝不下。那批货潮到底收没收？郭大山那个王八蛋没给你们下绊子吧？乡亲们，货不仅顺利入库了，而且因为咱们品质硬，商超已经决定跟咱们村签明年的年度长协订单了。郭大山也被监管局带走调查了。但是郭大山临走前的一句话说对了，咱们现在的抗风险能力太弱，如果想长长久久的把商超的钱赚到手，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散兵游勇各卖各的了。红英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以后该怎么卖？只要你一句话，大家都听你的安排。红英，这成立合作社是不是就把咱们家里的地和果子全交公了呀？以后要是别人出高价，咱们是不是就失去了自由定价的权利，连一斤枣都不能私自卖了？加入合作社的第一条准统一采摘时间，统一对外销售，谁要是再贪图几毛钱的高价，私下卖给二道贩子，立刻踢出合作社。你们觉得受了约束，但你们想想，统货为什么卖不上价？因为好坏掺杂。合作社的作用就是用集体的力量跟大厂户谈高保点价，挣了钱，年底大家按投入的果树面积和产量一分不少的分红。而且合作协会给咱们请农技专家指导，以后大家只管把果子种好，销售和包装的风险全由冷藏站来兜底。谁要是敢在交货的时候偷偷往筐里塞烂果子、热果，砸了黄枣沟的招牌，当年的分红全部扣除。规矩面前，没有任何人情可讲。这规立的好，没有规矩不成地方圆，一定就是才会被田亮和老马那种人当韭菜割来割去。乡亲们，我老头子这辈子吃过不守规矩的亏，差点连老伴的救命药都断了。我相信红英的眼光，这第一笔我签了。梁叔说的对，还怕着拿钱砸我们都不怕，算我一个，我也签。红英姐，除了1两能外出的，全村今天全签了，咱们红枣沟的拳头这回算是真正握紧了。这不是一摞纸，这是乡亲们把身家性命都压在咱们身上了。小满，立刻联系农技站，下个月的减猪培训必须全员到位。李铁柱家交果4000斤，除掉保底收购价，年底按10%的利润分红，一共补发24800元，上来领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种了一辈子枣，从来没在年底见过回头钱啊！红英站长，这合作社可真是给咱们村抱回了个金娃娃呀！我以前那么骂许站长，还背着他偷偷给烂果子喷水增重，这回分红他肯定得给我穿小鞋，把我的钱给扣了。张大春，躲在后面干什么？你家今年虽然产量少，但后期防冻做得好，1级果占比高，分红19200块，赶紧上来拿钱。红玲，我张大川混蛋啊！我以前那么针对你，你居然1分钱都没卡我的，这账本竟然算得这么清清楚楚。合作社不记仇，只记账，只要你的利润1分都不会少字，钱清楚了，大家的心才能服气。什么？南方大居的总代要增加1倍的过节礼盒订单？好，您稍等，我马上让我们站长跟您详细对接。姐，大喜事！省城商超推荐了南方的一个大客户，人家直接要下20万箱的特大订单，咱们今年的库存要爆满了。订单量确实很大，几乎能包圆我们全村明年的全部产能。但是小满，你看条款的第3页，因节气市场需求巨大，允许单箱内出现5%的轻微裂果，不影响整体1级果定价标准。这意思是他们允许我们掺次果。红英姐，这简直是天上掉大馅饼啊！允许掺5%的轻微裂果，那咱们村地头那些有点小瑕疵的果子，全都能按1级果的高价卖出去了。这单签下来，咱们全村都能盖新房了。糊涂！如果只是果皮擦伤，我可以单独降级卖，可裂果不一样，裂口进了水汽和杂菌，装进1级鲜果箱，长途运输中就会污染整箱货。姐，你是说问题不只是卖相不好？对，它是食品安全风险，也是售后赔偿风险，更是红枣沟招牌的风险。红英，这么大的单子，可千万不能犹豫啊！人家大客户都主动把标准放宽了，那是人家体谅，让咱们枣农不容易。轻微裂一点又不影响口感，咱们掺进去绝对神不知鬼不觉。梁叔，你忘了田亮那批货是怎么烂在路上的了吗？客户现在说允许5%，等到了终端消费者手里，一旦发霉留枝投诉，责任还是合作社背。合同法人是红英姐，真出事
索赔和退货全会追到合作社账上。客户今天允许你掺5%，明天市场行情不好，这5%就会成为他们要求全额退还索赔违约金的致命把柄。我来接，喂，是大老板吗？这合同我们村全票通过。对，明天我们就开始按你们的规矩装箱。梁叔，你疯了！红英姐才是合作社的法人，这种一旦出事就要背上千万债务的合同，怎么能随便乱答应？红英，那可是20万箱，人家都说了只掺5%，怎么就不能签？今天这5%一开口，明天就是10%，后天红枣沟的1级果牌子就没了。梁叔，轻微裂果不能装进鲜果箱，不代表它没出路，可只要进了1级箱，一旦出问题，砸的就是整个红枣沟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红枣沟的1级鲜果箱里绝不允许混入任何一颗裂果。只要挂着我们合作社的袍子，标准就绝不能向金钱妥协。你这是死脑筋啊！咱们村一年少说也有2万斤的轻微裂果，不混进1级箱里，难道让他们烂在地里沤肥吗？小满，马上给南方大客户回传这份拒签的合同，告诉他们要货可以，红枣沟只提供100%的完好优质果。如果他们接受不了这个规矩，这单咱们不接。红英，你这一下拒掉的不是一张纸，是全村盖新房的钱啊！梁叔，20万箱可以不要，牌子不能砸。今天我签了，明天所有客户都会问红枣漏的1级果到底还能不能信。鲜果标准，一次也不能松。红英啊，大订单你推了，那你说这漫山遍野的裂果怎么办？他们明明那么甜，就是皮破了一点，现在连8毛钱1斤都没人要，咱们枣农的心在滴血呀！谁说这些果子没人要？1等果走商超保鲜，但次果不代表就是垃圾。乡亲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把大家召集起来的原因，我不让你们混装。是因为咱们要建自己的加工厂，裂果不能生吃，但可以切片做成香甜的脆冬枣干，可以熬制成滋补的枣缸枣糕，甚至可以发酵炼成高档的枣醋。红英，这能行吗？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直接卖鲜枣的，这深加工的机器得花多少钱啊？卖得出去吗？资金就从合作社今年的估基金里出。鲜果有保质期，但枣干和枣醋没有。咱们要把红枣的每一分价值都榨干，形成产业链。但前提是次果就是次货，永远不准进鲜果的包装箱。把次货变废为宝，保住了顶级县的一粒粮食。红英，你这盘棋下得太大了，叔这次是彻底服了。站长说怎么干，咱们就怎么干，绝不给红枣沟的招牌抹黑。建加工厂，把烂枣变成金疙瘩。谢谢乡亲们的信任，只要咱们大家把心拧成一股绳，红枣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有卖不出去的好果子。红英，当初你开5块8，我还骂你趁冷压价，现在才知道，你守的不是价，是红枣沟的命。梁叔，现在咱们红枣沟的鲜果走商超，裂果做枣干枣醋，连次果都有了出路。价钱会涨会跌，标准不能跌。标准在，红枣沟就在。一颗枣从枝头到餐桌，靠的从来不是拐骗的喊价，而是实打实的规矩。守住标准，守住良心，这片黄土地就永远不会亏待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众星人。